杰西卡·翁索于1988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来自一个极其富有的家庭。他是伊梅尔达和温纳尔迪·翁索的3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奢华的环境中长大，杰西卡被宠坏了。他的家族拥有一家主要从事塑料进口的公司。事实上，他们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塑料分销商之一。许多人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称他的父亲为塑料行业的王者。在大多数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平均收入仅约为每天4美元的情况下，杰西卡是少数几位富裕阶层中非常幸运的成员。他总是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甚至更多。2005年，杰西卡的父母搬到了澳大利亚悉尼，因为那里是他们生意的主要市场。他们在双湾的郊区港口地区买了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这是悉尼最昂贵且著名的住宅区之一。那里一小块土地就可能价值数百万美元。杰西卡的父亲买了2个相邻的地块，以扩大居住空间。然而，不知为何，杰西卡并没有和父母及兄弟姐妹一起搬到澳大利亚。他留在雅加达完成他的高中学业。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家族雇佣了数十名员工和仆人来照顾杰西卡。从小，杰西卡就对视频游戏充满热情，尤其擅长绘画。他可以坐着画好几个小时。这种热情促使杰西卡决定学习平面设计。2007年高中毕业后，他搬到悉尼与家人一起生活，并且入读了比利兰设计学院。尽管他的兄弟姐妹都在澳大利亚，但他们过着各自的生活，杰西卡很少见到他们。他开始了大学生活，并结交了很多朋友。他的大学朋友们形容杰西卡是一个活泼搞笑的女孩，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无尽的快乐和欢笑。在这段时间，杰西卡遇到了另一位名叫米尔纳·萨利辛的印尼学生。和杰西卡一样，米尔纳也来自雅加达的超级富裕家庭。他的父亲埃迪·萨利米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米尔纳有一个双胞胎姐妹，名叫桑迪·萨利辛。她的长期男友阿里夫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学习，而米尔纳则在悉尼。米尔纳和杰西卡迅速成为好朋友，因为他们都属于上层阶级，热爱时尚设计，且都是独立、自信的现代女性，个性独特而强烈。杰西卡和米尔纳有相似之处，也有各自的不同。如果杰西卡直言不讳，总是派对的灵魂，米尔纳则显得害羞而谦逊。杰西卡总是喜欢在每次聚会上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米娜则更喜欢过简单和低调的生活。而且与杰西卡不同，米娜的家庭非常温暖和紧密，大学时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难忘的。米娜和杰西卡经常和另外2位同学哈尼和维拉一起出去，他们也是来自雅加达的富裕家庭的国际学生。时间飞逝，毕业典礼终于到来了。毕业后，米娜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回到雅加达，而杰西卡选择在2015年6月留在澳大利亚与家人一起。米娜去悉尼度假，她计划与大学朋友见面，并花些时间探索这座美丽的港口城市。米娜重新联系了杰西卡，他们约好一起吃晚餐。自毕业以来已经过去4年了，2人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米娜与未婚夫过着充实而幸福的生活，正准备梦想中的婚礼，而杰西卡的生活则不那么顺利。她在新南威尔士州工作，有一个长期男友名叫帕特里克，但他们的关系充满争吵。杰西卡声称帕特里克使用违禁物品，并且容易暴力。杰西卡似乎正在应对许多心理问题，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消极。她不再是以前那个开朗活泼的杰西卡了。米拉娜为她的朋友感到担忧，米拉娜直言不讳地建议杰西卡果断与帕特里克分手。然而，从杰西卡的叙述来看，帕特里克显然不是个好人，对杰西卡造成了不良影响。然而，米拉娜从未预料到杰西卡之后的反应。她变得沉默，对米拉娜说的任何话都没有回应。
米娜说完后，杰西卡突然从餐桌上站起，快速离开了餐厅，连一句告别都没有。那天，米娜学到了一个代价高昂的教训：永远不要建议别人结婚或离婚。自毕业以来，米拉娜与杰西卡之间的友谊已经在渐渐消退，现在似乎已无法修复。米尔纳告诉阿里夫，只有在其他朋友在场时他才会见杰西卡，他不想单独见杰西卡。阿里夫说他不应该过于纠结，毕竟杰西卡住在悉尼，而他们在雅加达已经没有太多共同的朋友了。2015年11月，在悉尼与杰西卡尴尬见面5个月后，米拉娜在巴厘岛与阿里夫举行了他的童话婚礼。这对新人享受了一场美丽的仪式，邀请了所有朋友，除了杰西卡。米尔纳美丽、聪明且富有，拥有一个出色的丈夫，受到所有人的喜爱。她的生活似乎被玫瑰花瓣覆盖。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地方，杰西卡的生活正在急剧下滑。2015年8月，她在凌晨2点酒后驾驶汽车撞上了一家养老院。她的奥迪 A3 撞破了一面坚固的砖墙，正好在老人安静的卧室旁边。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杰西卡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故惊醒了养老院的所有人，造成了混乱。杰西卡只受了轻伤，但她的奥迪却严重受损。在2015年，这并不是杰西卡第一次上救护车。这一年，她已经住院5次，因为她不再想活下去了。每隔几个月，警察和救护车就得到杰西卡家里，但每次她的男朋友总是及时赶到。到11月，帕特里克受够了，他向警方申请限制令，要求将杰西卡隔离。他用成千上万条威胁要杀死他们俩的短信恐吓帕特里克，如果他离开他。杰西卡还不断联系，骚扰帕特里克的朋友和家人。帕特里克表达了他对自己和家人安全的疲惫与担忧。与此同时，杰西卡沉迷于酒精，表现出在工作中不负责任的行为，最终导致她被解雇。可以理解，杰西卡非常愤怒，她失去了男朋友和工作，而且似乎正在失去自己。她发了威胁信息，想要杀掉她的经理和经理的母亲。她警告经理，她知道如何杀人。在悉尼没有任何留恋后，杰西卡决定返回雅加达。大家都认为杰西卡想回家重新开始，然而她的决定源于更黑暗的动机。在2015年12月初，杰西卡与霍尼和米尔纳组建了一个 WhatsApp 群组，霍尼也住在雅加达。米尔纳自上次见面后与对方没有沟通，仍感不快，因此米尔纳没有立即回复杰西卡的信息，但在杰西卡的恳求和霍尼的介入之下，米尔纳勉强同意与他见面。杰西卡在群聊中兴奋地发消息，表示他会请他们喝酒并负责预定。他问大家想喝什么。梅瑞娜说她喜欢越南冰咖啡，但会在到达时自己点。他们约好在下午5点见面，时间是2016年1月6日星期三，地点是在大印尼购物中心内的豪华咖啡馆奥利弗咖啡。约定的那天，杰西卡从下午3点30分就到达，提前了整整90分钟。她四处游荡，观察周围环境。实际上，杰西卡在仔细观察咖啡馆内的摄像头位置。最后，她选择了54号桌，一个靠墙的隐秘位置，视线被很好的遮挡。在下午4点15分时，杰西卡带着3只购物袋从公园和美容店回来。她说她买了3块肥皂要送给朋友们。把购物袋放在桌子上后，杰西卡稍微移动了一下，确保他们能有效地挡住摄像头的视线，避免被发现。片刻后，她走到吧台点了3杯饮料，2杯鸡尾酒和1杯越南冰咖啡，提前付款。当服务员将饮料送到时，杰西卡仔细确保他们都稳妥地放在购物袋后面。服务员离开后，杰西卡移动了自己的座位。尽管画面模糊，
杰西卡的手部动作依然明显，她似乎在往咖啡里添加什么。完成后，杰西卡把袋子藏在椅子后面，然后回到座位上。当米尔纳和哈尼在下午5点15分到达咖啡馆时，比计划晚了15分钟，他们的饮料已经在桌子上放了超过45分钟。看到他们，杰西卡站起来迎接他们。米拉娜的肢体语言显示出她在杰西卡面前的不适和尴尬。坐在杰西卡和哈尼之间，米拉娜很快就被杰西卡催促去尝试咖啡。米拉娜毫不知情地顺从了，但只喝了一口，她就意识到出了大问题。她在脸前疯狂挥手，告诉哈尼咖啡的味道糟透了。饮料几乎没有人碰过，但那一口足以决定米尔纳的未来命运。不到1分钟后，米尔纳的头猛地向后仰，做出了最后的动作。他开始呕吐，口吐白沫，抽搐。他倒在地上。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几分钟内，混乱随之而来。服务员和经理急忙赶来帮助。哈尼拼命试图叫醒米尔纳，但他完全失去了意识。经理命令员工打电话叫救护车，并带来氧气罐。好奇的顾客们惊恐地转过头来。当哈尼尖叫并失控地哭泣时，只有 Jessica 显得异常冷静而无情，仿佛一切与他无关。餐厅经理后来告诉警方，他最初的想法是那个女孩正在癫痫发作。然而 Jessica 瞪着他，指责道：“你们在咖啡里放了什么？”经理感到困惑和愤怒，想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会指责他们篡改饮料。他的怀疑促使他指示员工将咖啡杯封存作为证据。如果不是 Jessica 及时发言，也许案件中最关键的证据就会被丢弃。哈尼打电话给 Arif， 告诉他 Myrna 正在癫痫发作并口吐白沫。不用说， Arif 惊慌失措，急忙赶往医院。但当他到达时， Myrna 已经去世。医生们已经尽力而为，但为时已晚。Arif 被残酷的现实击垮。他们才刚结婚2个月，他下午吻别了妻子。他们的未来充满了计划和梦想，几小时前他拥有一切，而现在他一无所有。米尔纳、萨利、西恩于2016年1月6日下午6点半去世。米尔纳的家人和朋友感到震惊，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健康的年轻女性为何会突然去世。就在2个月前，他参加了梦想中的婚礼，并祝福新人长久幸福。如今同一群人却围在他的棺材旁哀悼。这位年轻而美丽的女性的突然去世，加上围绕事件的种种神秘谜团，在葬礼上引发了众人的怀疑。杰西卡的奇怪行为更是引人注目。她似乎很烦躁，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流。杰西卡的异常举动引发了许多猜测。她为什么坚持让米尔纳喝咖啡？她为什么在他们到达前45分钟就点了咖啡？为什么选择一个被第一个监控摄像头视线完全遮挡的桌子，而第二个摄像头则被3个购物袋完全遮挡？不幸的是，事情发展得太快，太出乎意料，所以那天没有人搜查杰西卡。监控录像显示，当其他人都在惊慌失措并试图帮助米尔奈时，杰西卡却在后面冷漠地站着，四处张望并抓挠自己的大腿。毒理学家推测，杰西卡手上的瘙痒可能是由于直接接触了剧毒的氰化物化学物质。然而，当被要求交出她的裤子进行检查时，杰西卡声称她已经把裤子扔掉了，因为米娜在上面呕吐了。但实际上，杰西卡在米娜中毒后从未接近过米拉娜，她只是站在一旁，毫无表情，什么也没做来帮助。然而，很难相信像杰西卡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社会女性会做出如此卑劣的行为。经理将米尔纳的咖啡交还给警方进行调查。3天后，检测结果公布。
警方确认咖啡中含有致命剂量的氰化物。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有宗教信仰不鼓励进行尸检。在刑事案件中，警方需要家庭的同意才能进行尸检。起初，梅丽娜的家人不愿意允许进行尸检，因为他们不想打扰她安静的遗体。然而，调查人员竭尽全力说服家人，向他们保证该程序将会以极大的谨慎和小心进行。最终，梅尔纳的家人同意让警方提取一些样本，但他们并未同意进行全面尸检。在1月9日星期六的晚上，米人去世3天后，进行了详细的尸检，结果于第2天早上得出。结果显示，梅尔的胃部出血，并含有少量氰化物。然而，毒理测试未发现氰化物的存在。在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多亏了经理的谨慎决定，让员工封住了咖啡杯，警方获得了确凿的证据。谋杀武器是一只咖啡杯，咖啡杯中掺有氰化物。问题是，杰西卡是如何获得氰化物的？合法获取氰化物并不容易，但许多人普遍认为，杰西卡的智力超群，可能在黑市上秘密购买了它。然而，警方没有发现杰西卡曾获取氰化物的证据。此案震惊了整个印度尼西亚，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和媒体的广泛报道。全国人民每天都在关注此案，讨论的就像是一部热门犯罪惊悚片。从那时起，许多毫无根据的谣言开始传播。在监控录像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后，大多数人怀疑杰西卡，但问题依然是，为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有人推测杰西卡对米尔纳怀有单相思，在得知米尔纳嫁给阿里夫后决定复仇。其他人认为杰西卡是因为没有被邀请参加婚礼而愤怒，并看到米尔纳与霍尼和维拉关系变得更亲密。阿里夫，米尔纳的丈夫，推测杰西卡不高兴是因为米尔纳劝她与男朋友分手。与此同时，米尔纳的姐姐桑迪认为杰西卡是出于嫉妒杀了米尔纳。她羡慕米尔纳拥有的一切，不仅是财富，还有一个深爱的丈夫和一个幸福的家庭，以及在雅加达的亲密朋友。然而，这些都只是猜测，杰西卡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可能只有她自己知道。印度尼西亚警方联系了澳大利亚当局，以获取杰西卡在澳大利亚生活期间的犯罪记录。澳大利亚对死刑的法律使得警方同意交出文件，前提是如果被判有罪，杰西卡不会面临死刑。印度尼西亚当局同意了。杰西卡在澳大利亚的记录并不干净，她在13份详细的警方报告中被列为涉及威胁他人生命、酒后驾驶以及让前男友申请限制令的罪犯。针对她，2016年6月15日，在米尔纳去世6个月之后，世纪审判在雅加达的中央法院正式开始。杰西卡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恨或悲伤的迹象，事实上，她恰恰相反。如果仅仅看录像，可能会认为这个女人刚刚赢得了巨额奖金，而不是正在接受谋杀审判。杰西卡看起来光彩照人，整个庭审过程中都面带微笑，自豪地向媒体挥手。显然，杰西卡很享受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杰西卡始终保持冷静的态度，并对法官微笑。她似乎非常自信自己会被判无罪。她的富裕家庭雇佣了超过15名印尼最优秀的律师，为女儿的案件辩护。辩护团队辩称，穆尔尼的肝脏、肺部或尿液中没有发现氰化物，在他的胃中仅检测到少量氰化物，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尸体死后自然产生的。他们还辩称，死亡的确切原因必须通过全面的尸检来确定，而检察员仅仅取了组织和液体样本进行研究，并没有进行全面细致的尸检。
杰西卡的律师提出，她的死亡可能是由于未被诊断的疾病。然而，警方从未证明杰西卡拥有氰化物。2016年10月5日，法庭里挤满了众多旁观者，全国人民屏息以待，陪审团宣布最终裁决。最终，杰西卡被判有罪 ，sentenced to 20 years in prison。法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松了一口气的叹息，大家因为与澳大利亚警方达成了协议，杰西卡成功逃过了可怕的枪决死刑。对于普通的印尼公民来说，观察像杰西卡和米尔纳这样的超级富豪的生活，显而易见，即使是富人也可能不快乐，面临自己的问题。在案件之后，越南的冰咖啡似乎迅速成为了这座城市中最受欢迎的饮品，遍布各个咖啡馆、街头巷尾。然而，它也带来了一个黑暗的故事，没人愿意记住。